中国不吃泡菜是买不起白菜。外国网友，中国能让你们没泡菜吃？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讲最近一直困扰大家的中韩泡菜原产地之争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国和韩国对泡菜只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最近再次引起热议的原因是，李发布了一个跳转视频。在视频中，绰号中国第一网络名人的李，从一个打工妹变成了网络名人。即使年入过亿，他依然长期坚持自己的拍片风格。在李的最新电影中的主题是萝卜的一生，并一如既往的从种植到收获。然而，从影片的第7分钟开始，李腌制泡菜的画面立即引发了争议。爆发的关键和轰炸的信息都离不开一个话题，那就是泡菜属于我们的国家。据韩媒报道，外国网友的评论批评他没有在影片中说明泡菜是外国传统食品，甚至骂他我们每天都吃，你们在吃吗？然后中国网友极其无语，现在都2022年了，不会还没人觉得泡菜是外国的吧？不过咱话又说回来，说到泡菜，总会让人想起韩国泡菜。每次赶韩剧，看到剧中的女人总喜欢腌制泡菜。无论是新婚讨好婆婆，还是给朋友送礼，总会有泡菜。一般他们的泡菜都是自己腌制的。他们看着长长的盘子被切成小块，放在碗里搅拌，他们吃得津津有味，隔着屏幕都觉得很清爽。就像他们说的，泡菜几乎天天吃，天天吃，还是和我们的公式不一样。中国作为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，早在70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和培育蔬菜。泡菜作为发酵蔬菜食品，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，在各种文献中都有记载。3100年前的商代武定时期，世界上最早的咸菜雏形出现在中国，腌菜，即直接用盐腌制蔬菜制成的蔬菜制品，这也是制作咸菜的第一步。到了秦汉时期，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明确了抽烟的人是酸菜，酸是指用盐和米饭腌制水果和蔬菜制成的食物。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泡菜的专用词。北魏贾思勰所著的《齐民要术》一书中，对泡菜的制作过程有具体的介绍，有不同的腌制方法，瓜发酵法、盐发酵法、典当发酵法、汤发酵法等等。而且不仅是大白菜、瓜类、菌类等新鲜蔬菜都可以熏制，号称什么都可以熏制。到了清代，川南川北的人们也把泡菜作为伴娘之一，可见其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。泡菜的制作工艺是中国悠久而精美的烹饪遗产之一。早在1400多年前，人们就称赞四川泡菜风味独特，总结了泡菜的基本原理，证明了泡菜确实起源于中国。泡菜为什么要加上韩国这个特别的名字？事实上，朝鲜半岛一直是中国的附属或殖民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中国南方人的泡菜饮食习惯随着移民被带到了朝鲜。南方人喜欢吃辣椒是为了去湿气。韩国地处北方，不需要大量的辣椒去湿气，确实在泡菜里加了不少辣椒，原因不言而喻。当然，我们的祖先在把泡菜带到朝鲜半岛时也做了改进。为了保存更久，泡菜逐渐发展成腌制泡菜，以适应北方的天气，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朝鲜族是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，在中国排第14位。吉林、黑龙江、辽宁、内蒙古是现代朝鲜人的聚居地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，中国大陆有1929696名朝鲜族人。早期来中国的韩国人大多是中国人，大多数在中国的现代朝鲜人是19世纪后移居中国的朝鲜人的后裔。在中国，为了表示对韩国文化的尊重，真正的尊重，对于韩国酸菜，他们被称为泡菜。中国人过去从来不想抢泡菜，毕竟中国人没那么无聊，我们还有很多正经事要做。事实上，韩国一直是中国泡菜的忠实顾客。韩国的泡菜或泡菜作为酸菜的点缀，被称为中国泡菜，90%左右来自中国。韩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，2020年前8个月，韩国从中国进口泡菜17.7万吨，继续保持增长趋势。而且还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，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多中国人的喜爱。在中国，白菜价是便宜的代名词，但在韩国，你真的接受不了白菜价。如果你觉得58元的白菜贵，当你看到一颗白菜卖18000韩元，折合人民币107.7元，你是不是特别震惊？为什么这么贵？因为前2年的疫情，中国切断了韩国白菜的供应，导致韩国泡菜市场供不应求。因此，为了保证泡菜的供应，韩国正在积极进口大白菜。据相关报道，进口价格也已上涨至33.4%。就算不说是谁先发明了泡菜，最近的韩国好像连泡菜都吃不起。